高金的逆向操作，排量449的 GK400，2万多的复古车启程报告。高金这个品牌的操作一直让人很迷惑，总让人觉得他们好像没有产品经理，更加没有公关部。出车的顺序与其他厂商完全不同，走的是从大排量往下升级的路线。这不推出了 GK400，很幸运的接到了车子，就掰扯这台实际排量449cc 的 GK400。虽然厂商标号 GK400，但是发动机采用的是 GK500缩缸而来的发动机，精确排量449cc，与 GK500的发动机仅仅只差了37cc，而价格方面却便宜了不少，最大功率33千瓦，最大扭矩40牛米。说说主要的感受。这台发动机在这台车上不会有任何动力不足的表现，虽然少了37cc的排量，但是依然是500级的发动机动力。发动机整个低转速区域并没有什么震动，如果你把转速维持在4000转以内骑行，在市区道路中整体动力表现得很充足，并且震动噪音都是非常良好的状态，是一种让人骑着非常舒适的感觉。主要加速发力点在5000转以上，会有一个明显的动力爆发点，但是从5000转开始，车身就会有比较绵密的高频震动。5、6000转时，震动主要集中在车把上，而从7000转开始，就会从坐垫、脚踏部位传来震动感。而整体的震动在一众500级国产车中依然是算是比较小的。车架采用的与 GK500 相同的钢管车架，整体操控起来低速比较灵巧。前减震采用了不可调节的正质减震、后中置减震，整体减震的风格表现得非常硬朗，支撑性非常足，可惜舒适度很低，整体在破碎路面上跌簸会比较大。GK400 采用了航特的直推上泵，搭配双活塞卡钳，整体的刹车手感没有问题。偏硬的减震也让刹车感表现得更加强烈，大活塞的双活塞卡钳让前期刹车表现得非常优秀，紧急制动的情况下刹车力足够，后段的刹车力也仅仅比4活塞卡钳会弱一点，辅以赛弗的 ABS 系统，而后刹车表现就略差了一些，整体反馈偏软，制动力也偏小，坐高790，整备质量188公斤，油箱容积14升，车把的设置比较宽也比较高，在骑行姿势上有一种给人在骑攀爬车型的感受，比较宽的车把相对于低速控车也是积极的辅助，前110-17后150-17的轮胎规格，虽然相对于 GK500 宽度都缩小了一点，轮胎品牌也从倍耐力更换成了腾森，但是轮胎的抓地力表现不错，对于雨地骑车也没有容易打滑的现象。其他全车 LED 灯光配置，标配 USB 充电口，其他配置几乎跟 GK500 相同。说了这么多，开始吐槽一些缺点。首先就是这个复显的仪表，界面设置没有问题，除了数字显得小了一些，主要的问题是在大太阳光下显得不够清晰，而且容易反光。相信提车后贴个磨砂保护膜可能会好一点。再一个，后挡泥板设置的不够优秀，在地面有水的情况下非常容易甩自己一后背水。然后油箱的设置，高金旗下的 GK 系列油箱内部都有一个横杆，导致加油的时候油枪没有办法伸进去。在快加满汽油的时候，总是会建议油箱的汽油，一方面不安全，一方面容易腐蚀漆面。这个缺点除了自己加油的时候多注意一下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并不知道高金对这样的设置是基于什么原因。总结一下，高金 GK400 外观设计的非常漂亮，继承了 GK 系列的诸多元素，大灯、仪表、发动机的外观、车架其实都没有缩水，虽然排量小了37cc，但是依然拥有500级的基础实力，整台车的骑行感受也偏优秀的范围。虽然高金降低了减震、刹车这一些硬件配置，但是依然不会对骑行过程造成困扰，可以说你搭配 KYB 和西护它会更加优秀。现在的 GK400 也足够好用，而对于漂亮的油箱、大灯、排气的设置依然延续了 GK500，整体外观非常漂亮。原价34500的 GK500 不够香，25600的 GK400就表现得更优秀了。当然，现在这个价格可以选择二手的 GK500 也是不错的，但是相信我 ，GK400 的实力绝对没有与 GK500 价格差距那么多。